情绪不是你，但它会帮你看见你，看懂情绪的镜子功能，发现更深的自己。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？朋友迟到了，你说没关系，但全程脸臭，讲话带刺，最后还把对方弄哭了。孩子没收玩具时大哭大闹，你一边说我不该动怒，一边忍不住吼了出来。主管只说一句，这提案逻辑有点跳哦。你心上一缩，脑中冒出，是不是我太差劲？我是不是根本不适合这份工作？为什么这些情绪反应如此剧烈，而且经常事后你也搞不懂，我刚刚到底是在气什么？有时候我们以为情绪只是我的一部分，是个过客，但其实它就像一面镜子，照出我们没发现，也许从来不想面对的自己。是的，情绪不是你，但它会帮你看见你。这是一场拆解情绪、理解内心、重新认识自己的旅程。准备好了吗？情绪其实是信差，很多人误解情绪，以为情绪是坏的，要压抑。有情绪代表我不成熟，只有脆弱的人才容易情绪化。但事实上，情绪从来不是敌人，他们像邮差，每天送来一封封来自你内心的信，只是多数人从来没打开过信封，就急着把它撕掉。举例来说，愤怒是内在界限被踩到了的提醒，悲伤是告诉你这东西对你很重要的信号，焦虑是内在在呼喊这件事我没把握的警钟，嫉妒是在对你说，你渴望的其实不是别人的成功，而是你自己的价值感。如果你总是对情绪做出反射性的反应，例如压抑、逃避、爆炸，你就永远看不到这些信的内容，也就永远不会真正认识自己。真正有力的人是懂得停下来，打开情绪的信，然后问自己，他要我看见什么？情绪背后不只是反应，而是深层信念的投影。艾莉是个工作表现优异的设计师，完美主义，效率高。有一天，她回家时发现老公在看电视，而餐桌上堆满小孩的玩具，晚餐还没开始准备。她立刻暴怒，我已经这么累了，你竟然连个饭都不煮。老公回她，我今天也上班啊，而且我才刚回来。接着两人大吵一架，气氛冷冻3天。事后艾莉也懊恼，觉得自己是不是太情绪化了。但当她静下来往里头看，她才发现她真正炸锅的不是饭没煮，而是内心某个信念被挑起了。我不值得被照顾，我只能靠自己。这种信念可能来自童年，妈妈总是说没人会帮你，所以她习惯逞强，也总希望别人主动理解她的辛苦。当这个期待一再落空，愤怒就如影随形。所以你看，艾莉的情绪不是失控，而是一把钥匙，打开了她内在的深层剧本。你不是你的情绪，你是那个观察情绪的人。有一种误解是，我这么容易愤怒，代表我就是个暴躁的人。我常常焦虑，代表我就是一个没用的人。但情绪是流动的，是状态，不是身份。你不是你的愤怒，不是你的焦虑，不是你的悲伤。你是那个看见自己在愤怒、在焦虑、在悲伤的人。这个距离感就是你情绪自主的起点。试着想象你是舞台上的演员，但你也可以同时坐在观众席，看着自己演戏，问，为什么我在这场戏里总是演这个角色？我可以改变剧本吗？这不只是一个哲学思考，而是每一个人每天都可能做到的事。3个生活场景
看懂情绪造出的自己。情境一，你为什么一听到等一下再说就很火？也许小时候你经常被忽略，爸爸妈妈总说等一下啦，没空。所以今天当伴侣说等一下再聊，你不是单纯在等，而是那个被忽略的你又被唤醒了。那不是现在的事，那是情绪带你回到过去。情境二，别人表现得比你好，你不开心，却说不出原因。这不是单纯的嫉妒，而是你内心在比较。我如果没有比别人强，我还值得被看见吗？情绪在提醒你，你把自己的价值绑在了表现上。情境三，别人说你怎么这么敏感，你立刻心碎。这可能不是那句话本身，而是你内心很努力想证明我不是问题制造者，而别人的话刚好打中了你最怕的那一点。这些反应表面上看是对别人的，但其实是在照出你内心还没被疗愈的部分。与情绪共处，而不是与它对抗。真正的情绪防护罩，不是把情绪挡在外面，而是懂得和情绪和平相处。当你焦虑时，不必急着别焦虑了；当你悲伤时，也不需要催自己赶快振作，而是可以说：你好，焦虑的我知道你来了，你是不是想提醒我又在对结果太没安全感了？这样的自我对话是温柔的，不是批判的。你越能和情绪说话，就越能让它帮你看见真正的自己。结语：情绪是一面镜子，也是你的朋友。情绪不是怪物，不是该打压的敌人，也不是你人格的污点，它是来报信的邮差，是帮你揭开剧本的灯光师，是一面让你重新看见自己的镜子。下一次你想爆炸的时候，不妨先停下来，问问自己，这个情绪要我看见什么？这不是全部的我，但它帮助我更理解我。因为你不是情绪，但你能选择怎么与它共处。你可以选择被它控制，也可以选择让它引导你，成为更真实、更自由的你。